蜜雅塔罗现在有 LINE 的官方账号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要预约占卜的话，可以加 LINE 的官方账号进行预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主题是，你们在哪一方面即将要逆转胜哦？在哪一方面你现在觉得很困扰的地方，即将要有一个突破、进展跟变化？好，首先呢，我们来连接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哦。好，看一下你们的牌哦。宝剑9，宝剑的公主。好，首先呢，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有很多的事情，它好像正在压垮着你，很可能就是前期都是很多的小事，到了最后啊，真的就是一个无足轻重、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有人觉得说，你怎么为了这样子的事情崩溃了？它看起来好像很轻，没有重量，其实是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压抑太久，或者是委屈太久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宇宙想要告诉你，想要传达你的是，你们在这样子压抑累积的过程中，其实心里也有了一些毒素，这个毒素它需要去被修复。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也许真的是有某一次的崩溃，或者说某一次的你觉得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的那个时间点，也让你静下心来，回头去想想，这个人生真的是你要的吗？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去丢出去的？有什么东西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人生只有短短4000个礼拜，如果说所有的时间都是别人叫你做什么，都是你被安排去做什么，那剩下的你留给自己的时间是不是真的很少了呢？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接下来第一个逆转就是你们的内心其实很强大。当你们可能真的崩溃过后，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应付之后，你内心会产生一股力量，其实你们是内心强大的人，这个力量让你懂得踩刹车，懂得去止损，不管是在一段感情的止损、工作的止损，或者是说在某一个计划的止损，你们愿意去看，当某一个环境过于严峻严苛的时候，你让你自己停下来，而不是继续的冲，继续的让自己好像伤痕累累、精疲力尽，以至于到最后没有办法再站起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内心很强大，因为强大，你们懂得止损，你们懂得把自己的精力能量保存起来，并且回头去看看你现在的这个身心状态，去给予你自己必要的支持跟营养还有修复。因为你们内心强大，所以你愿意去面对自己内心的软弱、脆弱跟真实。有些地方我就真的达不到，有些地方我就真的不擅长，有些感情我就真的无能为力，抓也抓不住。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真正的内心强大的体现，不是不认输，不是有着好像钢铁般的意志，非要往前进。你们的这个内心强大，在于你们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能够去在必要的时候前进，不屈不挠，但是也
在自己需要求助的时候，你会按下暂停；在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懂得去为自己发声，或者是说让自己停下来，让自己转换一个环境。你们懂得去看见，如果现在这个环境你真的再也撑不下去了，那其实离开，换一个地方，也许它才是一个新的开始。有的时候你在这里待不下去，可是你在新的地方，也许你发展的红红火火。人的运势就是这样，你在这里不行，在那里会有新的一片天。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很多的你们真的是经历了一个人生中比较重大的打击事件，或者说很多的事情压垮你，就很多看似小的事情，很多人去要求你等等，到最后你真的觉得说好，你不要再去接收这么多人给你的意见，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去求助，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去修复。所以你们懂得休息，你们懂得停损，你们不会让自己的能量被消耗殆尽。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们不用再独自承受所有的痛苦，可以把你心中的不如意，什么样子的情绪，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疏通疏导，你是可以去求助的，你们会很有智慧的去处理你身边的身旁的，或者说你现在这个环境中给你的压力。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首先宇宙告诉你是你们绝对有余裕去修复你自己的身心灵。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张牌，权杖一。当大家自己修复了自己的身心灵之后啊，我们的权杖一出现了，代表说其实让你们前进的不是好像就是那一种我定下目标就绝对不更改，我就是一定要达到，至死不休，然后到最后可能真的是精疲力尽。你们不是这一种，你们懂得柔软，你们懂得好，有的时候这个方法不行，我们就换一个方法，或者是说我们就换一条路走，我们就绕一个弯走。你们这一组聪明柔软，懂得变通。接下来我看见你们知道人生时间的有限性，所以你们选择有些事情你就放下，你就放弃，你就不要了。有些感情，有些你觉得无望，或者说几率很小的一个结果，一个事件，好，也许这不是属于你人生适合的赛道，你可能试过了，那不行。好，你们就转换跑道，并且专注在你的下一个选择上。因为真的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或者有很多朋友你们现在已经体认到，也许身边你有一些朋友，你的宠物，或者说你听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消息，身边有些人生病，或者说可能离开之类的，就是有一些事件，或者是新闻事件，或者是就是说你常常在追踪的某一个部落客等等的。好，你去看到这些消息，我觉得你们心中会有很多的感悟，让自己的人生的优先顺序有了一个反省，有了一个重新被排序的过程。你不可能把别人要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完好如缺，在工作上处理完这些事情，还会有其他的事情进来。有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去做出选择，有些东西你不需要去管，或者你没有能力去管，你不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这个是我觉得你们第二个逆转的力量，就是保护你自己的能力。因为如果你一直好像去完成，一直去努力完成这些待办事项，但是这些待办事项又像杂草一样，哇，你完成之后，明天又哇，全部都长出来。所以你们过去可能真的是精力就被这些小小的琐事给耗损了。好像你每一天这个加班工作的时间都比你自己的生命还长，所以有些朋友你们真的要在
某一些地方要说不，而且你会发现，哎，说不也没有那么的可怕。你们不是超人，就是不用想说我就是要立刻很快去做那些别人给我的任务清单。接下来你们会选择去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将你的精神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先完成这件事情，其他的事情再慢慢的去突破去解决。有些时候啊，好，有些地方你真的兼顾不来，你可能就放弃了。有些地方就真的做不好，你就放弃了。可是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反而在心态上更加从容，也懂得去放过自己了。有些奖杯，有些掌声，或者说有些你想要的东西，一时半刻，或者说没有来到你身边，你想要的人，或者说你想要去和解的一段关系，你想要怎么样子的一个这种家庭的爱、父母的爱，如果说当下没有能够得到的话，我觉得你们也能够去舒缓，能够去缓解心中的那个梗、那个刺，因为人生不会事事如己意，但是你们还是可以选择快乐的活在当下，因为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你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对于你不是那么擅长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就是不要一直事事说都要求得一个很高分。那这一组的朋友，当你去保留你的能力，当你去重视你的这个精神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会活得更加的快乐。你们不需要做很多事情来证明你的一个存在感，或者说从别人的肯定的眼神、赞赏的眼神去获得一个安全感。也许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很在意别人给你的一个评价，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你的同事，或者是说你的伴侣，你就是会去期待对方给你的这个评价是好的，或者说你们会去假设你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好的回馈。可是我觉得接下来你们真的是跳脱出这样子的观念，你们不再试图证明，做一些事情来证明我是好的，我有存在的价值的。因为有些事情并不是你做得好，别人就一定要给你掌声，别人怎么想其实你很难掌控。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特别是跟其他人有关的事情，跟情绪有关的事情，很多事情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如果你一定要获得某一个人的认可你才感到开心，如果你一定要好像获得某一个人给你的奖杯你才会觉得你人生无憾，那其实你大部分的人生的心情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逆转就是你真正的获得心灵的平静跟心灵的自由了。你们不再受制于人。好，就算我这个地方犯了错，他给我一个不好的评价，那又如何呢？10年之后谁会记得这件事情呢？对不对？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好，我觉得你真的自由了，在心态上的一个自由。有的时候，当你放弃这么多的期待，这么多的希望之后，你的内心反而获得真正的力量，你反而能够真正的活的，而且活得更加开心。有些事情的真相，你过去不愿意去面对，或者说你不愿意去接受，我觉得接下来你们都能够去看见、看清楚、想明白，能够去接受。即使当下的环境不好，也许你也能够去自嘲，找出一条方法。一旦你们的心态转变，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层整个就起来了。好，如果说你过去比较容易受到其他人的情绪能量干扰，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已经有一个防护罩、保护伞，别人说的那些话不会进到你的心里。你们内在自己会发光，所以你更专注的是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而且你能够去掌控自己的时间，这个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将会去减少一些好像需要把自己放在跟其他人连接的这个关系中所带来的不安定感、情绪的不确定感。这一组的朋友，因为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你能够自给自足，你能够去坚定你的立场，就算这个立场跟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样，你也觉得没关系。有些事情你想做你就去做，你也不需要去开口告诉别人，你们就去做了。这个是我觉得你们很棒的一个，就是很棒的一个能量的转变哦。好，哇哦，接下来我们的死神牌，还有我们的金币公主哦。好，你们即将会有一个很大的蜕变。好，死神牌的力量真的是要死透了之后，放下了之后再重生出来，从灰烬开出来的玫瑰花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漂亮。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在整个蜕变的过程中，很可能你首先必须的就是正视你的一个恐惧，对于感情的恐惧，对于金钱的恐惧，好，对于我未来可能会有一点会不会无依无靠，或者是说我未来应该要如何掌握，迷茫不确定的恐惧，你去面对它之后，你将这个恐惧击破，然后你去重生了。好，这一组的朋友重生之后啊，我觉得会有一个显化的过程。这个显化跟实体的物质世俗世界的连接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也许在过去你们有一些金钱的困扰，金钱的议题，当你内心坚强强大，或者说看见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之后，其实这个金钱啊也会流到你身上，你们就是丰盛的源头。好，有些地方有些人，你们可能是在关系的一个重生，这个重生是我觉得你们不再会去面对一个双方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去争执，你也去意识到你的伴侣他也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他有他的不完美，你去接受他的那个样子，你不再对他感到失望，或者是说有一些超出你当时所想的，当时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幻想，有一些美好，然后现在进入到真实生活中，你会发现有一些落差，怎么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些东西当你看清楚想明白之后，我觉得你不再会有失望的那个感觉，反而你知道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反而你知道原来很多时候电影上小说上的那些叙述，它是一个泡泡，你接下来进入的这个真实的世界才是你实际活着的这个时空。而且你接受了你的伴侣的有限性之后，我觉得你还是能够从这样子的感情中去跟他携手共度未来的人生，因为我觉得这个爱的连接还是在的。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们会掌控你自己想要走的路，不会出现很多的人去指指点点，或者说有人去规定你应该做什么。同样的，你对于未来你在走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或者说很多时候你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可能可以去计划，但你没有办法巨细靡遗的计划到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所以这当中带有一点点的冒险，有一点点的不确定，但是这个就是命运给你带来的指引。我觉得你们还是有本钱、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去尝试，特别是在事业上，有些朋友你想要做一个副业，或者说你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可以去跳，或者说你想要自己开创公司，你们想一些其他的赚钱的方式，这个赚钱方式也许是好金钱可以得到翻倍的回报，或者说有机会跳脱你的阶级，改善你的生活状态，或者是你希望以自己更喜欢的方式来赚钱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有关于金钱的愿望都可以实现。然后呢更加的明白，或者说更加的跟你生命意义的连结是，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的努力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在
为了未来去做努力。我希望我现在这么努力，是因为我希望1年后的自己、3年后的自己、5年后的自己成为什么样子，或者我希望我未来有一个房子什么的。可是当你眼睛一直看着未来的时候，那你现在的当下是不是一时就是这样子分分秒秒的就流过去了呢？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是真正的在活的。当你对未来有期待，不断的把未来这个金钱的能量抓在你的手里的同时，你们也不忘记当下。你们怎么说呢？你们不会好像说把自己逼得很紧，你能够给自己放松，你会知道说无所事事的这种休闲，或者说去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去旅游，这些东西也是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跟金钱的积累一样重要，因为这个就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要好像留一堆存款的数字到人生的最后一刻，而是希望尽心尽力的活的。你们的金钱，追逐金钱不是你们人生的目的，而是透过这个金钱来达到你想要的人生的幸福感。对，你想要跟你生命中的爱人有什么样子的连结。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能够享受这些你显化而来的一个金钱，你能够给自己留一点时间跟留一点余裕，你能够去体会生命中当下的此时此刻。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金钱的能量跟你自己的内在疗愈有关。很可能有些朋友你会去净化，或者说你会去做这种咨商，或者你会去冥想等等的。过去你在金钱上的一个卡点，现在会被移除。你过去没有理解的事情，现在都能够打通。当你想清楚，想明白你生命中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金钱应该要怎么分配，怎么流动，怎么样存钱，怎么样投资，因为每一个人适合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保守一点，有些人喜欢激进一点，可是我看见你们都会找到一个让你能够去安心的方式，你们能够去保护自己，你能够去为你的人生设下界限。设下界限是很重要的。当有人侵犯你，有人推了一些事情到你身上，你们能够勇敢的说不。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灵魂经历了过去的这些磨难，或者说在某一个焦虑的状况，某一个贫困的状况中去爬升，去奋斗等等的，或者说你们体验过人生中的一些失去，一些悲欢离合之后呢，我觉得你们的人生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次。你们放过自己，原谅自己，饶恕自己，也饶恕了他人。所以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新生，完完全全的重生。你的生命中那一些被遗弃、被欺骗、被隐瞒的这样子的恐惧，这样子的不安定已经被移除了。接下来我看到的是你们心中只有平静，只有想要去体验，兴奋的去体验你还想要体验的人生，有趣的人生，好玩的人生。好，过去的那些经验，你会和他们和解，你会和你自己和解，这一些经验都成就了现在你的一个智慧哦。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对于自己，你跟你自己的关系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对齐，越来越靠近。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好，有些朋友，我觉得宇宙要给你们的一个大礼物、大惊喜，就是一个互相扶持的关系哦。你好像被某一个人占有，你被某一个人占据，一个比较主动的能量，他要来照顾你、保护你跟扶持你。你就像孙悟空一样，你没有办法去逃出他的五指山，你被这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占有、私有化。我说你的脸就是写着他的名字。好，他给你的爱，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霸气，或者说有一点点说好，
我就是要你，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用心的经营这样子的感情。很多朋友你会看见感情上的一个落地，然后这张牌还有狗狗跟猫猫。所以，如果你们是有养毛小孩的，我觉得你会从你跟你的这个宠物的相处中得到非常多的爱，无私的爱，就是你会觉得你养这些宠物，并不是你在好像付出照顾他们，而是他回馈给你非常非常多的爱，他的眼里就只有你。有些朋友有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会被不管是宠物，或者说你周遭的这个爱你的能量，整个被疗愈了。好，接下来一样是在晚上，我觉得你们睡得非常非常的安稳，因为这组的朋友过去很可能因为你们有太多心理的情绪没有办法负荷，或者说你常常会觉得自己需要去追赶，需要去好像应付很多繁杂的事情，你总觉得自己的精力不够，能量不够，或者说跟别人相比的时候还有好多好多不足的一个地方。可是接下来我看见你真的跟自己和解了，拥抱你真的爱自己之后，其实你们的这个晚上会睡得很好，是微笑的，睡的是甜的，而不是还在烦恼一些明天的事情，或者说脸上常常比较严肃，比较紧绷。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的内心被宇宙的手抚摸了，被这个爱的手抚摸之后，你觉得很温暖，你觉得很柔软，你的情绪是可以被接住的，你的情绪是可以被理解的，你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人需要去承受，一个人需要去面对的。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会遇到你生命中的这个灵性的导师，好，你可能跟他谈一谈你关于金钱、关于感情的议题，你突然觉得原来也有人曾经经历过我经历的事情，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这样子的面对。好，有的时候你在看你过去的这个伤疤的时候，虽然这个疤痕还在你身上，可是已经不影响你，不会痛了。甚至如果你不去看它，你都想不起来我曾经在这里受过伤。有些时候，好，有些你们的一些可能黑历史，或者有一些不想要让人家知道的这些过去，我觉得你们也不会，就是好像想要把这一部分隐藏起来因为你们已经能够去接受了，说出来其实也没有关系。对，好，有的时候过去很可能你们真的是有一些事情假装它不存在，假装没有发生，因为太痛了，你必须要假装没有看见身上这个地方在流血，你才能够走下去。可是接下来宇宙真的是告诉你们说，不用去假装，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有，就算有，它也不会再成为你的心头刺，它也不会再让你流眼泪。好，宇宙其实给你很大的一个能量的保护，你们被接纳、被支持，你们可以好好活着，你可以去展开你的新的生活，你可以去跟你过去的自己和解，拥抱自己。然后我觉得你拥抱自己之后，如果你们有伴侣啊，有小孩啊，或者说你生命中有很亲近的人，你会发现，你对待他们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你不必再好像从他的那边去所求很多的爱，或者是说你不会在跟他的互动中因为一些言语而引发自己内在的不安，而好像想要去防卫或是比较受伤的感觉，因为你们内心平静了，看见了，明白了。我觉得你在跟生命中重要的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更加的顺利，更加的柔软。你们的内在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被外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所影响。好，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内在的这个核心，是你已经找到内在真实的自己，你的核心稳定下来之后，其实外在的世界没有别人。好，一切都出自于你们的所思所想。同一件事情，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过去同样的事情，你是很受伤的，可是现在你却觉得，完全没有感觉。
好，接下来好吃的食物哦，好，这个嘛，我觉得很可能有人要请客请你们去吃好吃的这种高级的料理，或者说你很喜欢的这个料理，也许是有人要下厨煮一顿好吃的食物给你，这个食物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胃暖了，心就暖了。不止你在吃的时候觉得很美味，得到营养，你的心里也得到营养。所以我觉得这个食物啊，很可能也就是跟你喜欢的人一起聚会，亲朋好友一起聚会，透过这样子的美食的连接，或者说交谈啊、闲聊，你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被充电了。或者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是这种同好会，有相同经验的人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饭，或者说他来招待你。在这样子的交流的过程中，很可能你们都是一群好到异地打拼的人，有这样子的聚会，你去听他们的一些成功的故事，你去听他们一些曾经的一个挫败，不管怎么样，在这样的聚会中，我觉得你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同理、支持跟安慰，你也能够去。好像听人家讲那些故事，就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来，人生是有很多种活法，就是别人的这个经验对你来说，也是你可以另外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好，那我前面有说嘛，很多朋友你们会在某一个阶段去止损，有些朋友可能是在感情，有些朋友在投资，有些朋友是在一个工作的项目上去止损。止损了之后啊，好，其实你们会在其他的方面迎来金钱的回报跟金钱的丰盛。所以宇宙要告诉你说，真的，不管是不适合的感情，不适合的路，你就断舍离，不要再苦撑，因为接下来你们会迎来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生活。你只要了解当下的处境，了解你自己适合什么，去找寻适合你自己的路，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你们真的会从就是跟一些好像很多类似心境的朋友这样子的分享中，去看见，去走出来。过去你可能是比较封闭的自己一个人，现在你可以去分享，去走出来，去看见人生有不同的选择。其实这些金钱啊，它是自然而然的回流回馈到你的生命中。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宇宙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关心，他对你的爱。小到是说我今天的停车位找得很顺利，或者说我中了什么样子的奖，或者说我今天在什么样子地方有需求宇宙就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供应。你会发现原来宇宙是在为你有一些提前的安排，提前的一个打点的。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会有属于自己的家，或者说即将要交屋，即将要入住了。有些朋友，也许你有一栋房子之后，你还想要去投资第二栋、第三栋。那这一张牌，我觉得跟前面这个金钱的显化，它有一种好，你们的金钱已经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这个层次绝对不是只求温饱的这个层次哦。你们接下来的金钱呢，绝对可以满足你日常的生活所需，那些居住啊、食物啊，或者说一些生活的必须之外，你可以对于你的财富感到安全、安定跟安心。你的金钱也可以很有余裕的用在你的亲密关系、用在友谊上。然后，我觉得你们的金钱可以给你带来成就，带来尊重。有的时候人就是很现实嘛，可能你有多一点点的钱，然后你就可以请别人帮你去处理一件你不想要做的杂事。我看到接下来你们的金钱的能量是可以让你获得自尊跟尊重，还有你的自我的实现的。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真的是你们的金钱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流入。你不要说我现在的工作好，就是只有这样子，每个月固定的薪水，然后加薪的幅度也不大。你不要这样子自己把自己局限起来，对不对？宇宙要给你钱，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你们也不要说我今天我所有的
来源收入，就只能靠着我的工作。事实上有很多种方式都可以让金钱的流入，不管是别人送你的，或者说继承的，或者是说你的爱人给予你的，或者说你的副业，或者说你中奖，或者说有什么人介绍什么合作机会，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来。金钱都可以来到你身边，还有别人免费的请你吃饭、提供你服务等等的这些东西，也都是它背后都是一个价值。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不单单是你自己满意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在别人的眼里，你们也会成为所谓的这个人生胜利组。好，要什么有什么，然后也有稳定的一个感情，还有我觉得你们的这个金钱的能量，当然你们自己也出了很大一部分的力，可是其他的这个金钱的能量的来源呢，我觉得有可能第一个就是来自于你的这个伴侣也许他是带着丰厚的资本实力来找你的，或者是说真的是你在投资上押对宝了，一飞冲天，人生整个翻身，或是什么样子的好机会，真的就是被你抓住了，赚钱赚的真是太容易太轻松，想都没有想过有这样子的方式。这组的朋友抽到第一组的朋友，很可能你们真的是在阶级上大跃升，跳好多个阶级，很可能你会有这种管家住在很大的这种豪宅，然后会有很多人就是给你很礼遇的，就是这种 VVIP 的通道都有可能。所以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好运这个翻转，特别是在金钱的能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想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在哪一方面即将逆转胜，哪一方面的运势即将要大爆发哦。好，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牌哦。我们的26号牌，这个社群的一个力量哦。好，首先我觉得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目前的状况觉得没有说到很糟糕就是你目前的状况，其实有的朋友你们是还不错的，比你想的还要好。就你可能觉得自己还有哪里不足，或者说自己觉得没有达到心中的一个期待。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就牌面上来看起来，你们的能量还不错，你们已经远离了低谷的那个状况，甚至有些朋友你们真的就是在起飞点，即将要上升的那个时期点，一切就是慢慢的往稳定发展，很多的资源都慢慢到位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点像是稳中求胜的能量哦，你们已经脱离那个最难熬的那个时期了。那接下来宇宙告诉你说，你们接下来并不是说一个人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中奋斗，我看到的是你们在一个团队中，你们在一个团体中，这个团体它是一个共好的团队，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团队进步的话，你身为这个团队中的一份子，你也可以受益。有点像是你出了其中的一点点力，而其他人也拉着你往前进，拉着你往前走，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团队的名声，或者说因为你伙伴的关系，你们也雨露均沾，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好处，或者说你有很强的这个合作伙伴帮你解决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一组朋友，我感觉上接下来你们可能会比较轻松。有的朋友你是在家庭中有这个得力的队友，得力的助手，你能够去获得一个这个团体共同产出来的成果，你能够去享受。也许你并不是这个团体中出力最多的，或者说也许你是在参与某一个，你投资到某一个这个经济体中，你什么都没有做，可是这个投资的这个项目就自然而然的收到很丰厚的回报，你不用做什么，可是因为这个团体，这个潮流，这个趋势，它在帮助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个力量，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其实会得到实质上的一个
金钱的回报。那有些人呢，我觉得你们不单单只是在这个团体中享受团体给你带来的这种利益，或者说这个投资、这个潮流、这个趋势给你带来的好处。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也许会成为领头羊哦，看你们的这个个性。有些朋友你们确实是比较突出的、比较闪耀的，你们是团体中的这个焦点，团体中的一个亮点，好像很多人都要去请求你的这个意见，听你的声音，或者是说他们看着你发光，觉得说你就是这个领域的这个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士，或者说你做的这么好，给后面的人树立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典范。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中，有点像是你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能够照顾到大家的利益。同样的，每一个人在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同时，也可以利益到身边中的其他人。如果是一个家庭的话，也许就像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之后呢，整个家庭、整个组织其实是可以运作的很好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其实是受到刚刚说过一个公司、一个团体、一个组织的帮助，你们在其中是可以受益，别人的这种好的成果、好的见解的努力都会回报到你们的身上哦。好，很棒的一个能量哦。接下来我看到这一张牌，我真的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不得了，你们抽到的是维纳斯的花园。这张牌有没有很美啊？紫色、粉红色这种好像都可以闻到春天的花香，还有蝴蝶，很多的漂亮的芬芳的玫瑰都在迎面扑来。这一个香气，维纳斯的花园非常美，它代表的是一切安好，代表的是一个温暖的巢穴跟自我接纳。所谓的一切安好啊，代表说你们其实可以去休息、去修复。也就是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会进入到一个盘点的阶段，就是如果过去你身上有很多的事情，觉得就是有很多的责任让你没有办法去发挥你本来的创意，就其实你是有创意的，其实你是有很多点子，其实你有很多的想法想要去做，可是因为当下太多的杂事琐事让你很忙，让你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维纳斯的花园它是一个能量上的更新，有点像是在提醒你说，好，有些事情真的这么的有必要吗？或者说有些钱真的你需要去赚吗？这个钱你虽然能够去赚，可是你赚得很不开心，你会拿你的笑容去换，拿你的身心健康去换，拿你的这个好心情去换，拿你跟家人的相处时光去换，你觉得这样子的赚钱方式值得吗？我觉得宇宙也是让你去停下来想一想，让你去盘点，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过的是一个舒服愉快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汲汲营营，为了去追逐一个名利名声而去好像把自己耗损殆尽。我们没有要过劳。第二组的朋友，宇宙要给你的是一个让你以开心的方式、舒服的方式在过生活，所以维纳斯的花园出现了。宇宙邀请你进入到一个爱的乐园，有的时候你需要去离开一个战场，也就是说你要把你手上的剑放下。如果你觉得每一天出门就像是在打仗，就像是奋斗，你需要去生存，你需要去捍卫，或者说你需要去很紧绷的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的话，这个维纳斯的花园它是一个爱的花园。宇宙告诉你说，其实接下来宇宙给你的逆转就是你可以放下你手中的剑，没有人能够去伤害你，你也不需要去像很努力的捍卫你的这个利益，或者说捍卫你的一个名声，你不需要很努力，这些东西自然而然的就会留在你身边。感情也是把你们的剑放下，然后你可以穿过这个鸟语花香的大门，进入到这个充满童趣、开心、多彩多姿的花园。你可以沉浸在一个美梦成真，然后花朵的香气中，有一种你终于回到家了的感觉。这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很可能
很疲惫，为了一个家庭组织，或者说为了你的理想去奋斗，或者是说因为你们就是那个领头羊，你就是团体中闪亮的星星，别人很看好你，相对的你也很多的责任，你也很多的苦中有苦难言。如果你很疲惫的话，现在宇宙告诉你，你有一个深深可以去恢复体力、恢复活力的这个休息的时光哦。你进入到这个神圣的花园，它真的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时空，没有其他人来打扰。你可以去抛开一切的思绪、思想，放下你的这个太过理性、谨慎、逻辑式的思维，用你的感性去感受、去体验。在这样子漂亮的花园中，我看见你们的能量重新的被洗净，你们的脸上的这个光彩，或者说脸上的这个表情不一样了，容光焕发。因为你心中充满爱，因为你开始接纳自己，你爱上现在的自己，你爱上你所有的缺陷跟瑕疵，你接受你就是你本来的样子。维纳斯女神她手里有一面镜子，让你看到你所有的缺陷，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魔咒，你只是看了一眼之后呢，你不需要为你的这个缺陷去奋斗，因为每一个人在世上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也许在这个镜子中你看到的是你的不完美，可是当你的眼睛、当你的眼神、当你的这个看事情的角度换了，你会发现，你这样子的缺陷、缺点其实也很可爱，它就是这个花园中很自然存在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心即将得到安放，你们不会再需要好像很辛苦、很奋斗，然后很努力，需要去跟别人抗争才能够存活下来。不是的，接下来你们会用舒服、开心、愉快的方式来过日子。好，我们接下来是52号牌，跨越世界哦，在两种的状态之间会让你仍然感到很舒适。这张牌在说什么呢？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有点像是在过去跟未来摆荡，或者说在现在跟未来摆荡。有的时候你们会很专注于眼前以后的一个目标，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又很想要好去懒散一下，在当下就是完完全全的放空。这一张牌的能量其实在告诉大家说，你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个平衡。你的过去你的记忆中也许存在了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很温暖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继续的去疗愈你，你可以在过去的回忆世界中感到快乐，同时你也可以去期待你的未来，你的未来会有神机的光芒为你展现，你的未来会有非常具体的这个好运到来，来到你们的生命中。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具体的好运可能跟你的这个考试运有关，或者说如果你们的升迁，如果你们的是要往上加一级薪水，往上升级的，它是需要一些好像测验的话，这个能量非常的好。我看到你们有点像是蓄势待发，你们有点像是这种爱内涵光，静静的储备自己，静静的塑造自己，而且不要跟很多人去透露说你现在进展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这一组的朋友在过去的能量跟当下的能量都会汇集起来，并且在你的未来去呈现很大的奇迹，很大的一个好运。因为你们一直以来都去听从你内心的一个坚持，你内心的一个原则。我觉得这样子的坚持，这样子的念头，这样子的想法，没有被其他人所好像闲言闲语而偏移，没有被其他人所干扰，你没有去听信其他人的杂音，你这样子纯粹的念头贯彻始终如一，会到最后这个能量它是一个光明的能量，它是一个
爆发的能量，你们正在好像一点一滴的去重新塑造自己，一点一滴的去改变。当别人重新看到你的时候，会发现哇，你已经成为了更精致的版本， 2.0 版本、3.0 版本。对别人来说啊，他是觉得说哦，你怎么这么神奇，好像变魔法一样，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外表姿态，还有你所在的那个圈层，你所接触到的人的谈吐，真的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就像是一个谜团一样，你怎么一日不见，就是变化这么大，这么的精致。同样的，对于你们来说啊，我觉得你们会有持续的诞生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新的想法会持续的碰撞，持续的发光，然后呢，你会为你的这些想法去做一些行动，因此你想要的未来其实就会显现在你的眼前。你们觉得可以感受生命中有很多的新的能量正在进来，这些新的能量是好的能量，是好的能量，是帮助你们的能量。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本来就有在冥想，本来就有在这个身心灵领域有跟你们，或者说有修行，有跟宗教有连结的话，我觉得你们能够更加的去听到一些宇宙给你直接的指引，你应该要怎么做。你们会连接到你的守护天使，你会连接到你的高我，然后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很清晰的声音告诉你说，你应该说你从哪一个方向去着手这件事情，或者说你会更快显化你想要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宇宙想要给你们的一个好运跟奇迹。好，接下来这张牌，好，深潜者。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中需要去探索，需要去探险。这个探索跟探险，它代表了一点点的风险。有些朋友是你的，我觉得眼前接下来会出现一些机会，这个机会会帮助你学习这些，或者说帮助你成长。它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工作、你的人际、你的学业，或者是一段感情等等的。好，那这个学习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进入到未知的领域中，就是跟过去的舒适圈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它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发现。有些朋友，你可能是结束了这个单身的状态，去跟某一个人建立新的连结。有些朋友，也许你是想要去转换领域，或者说你在工作上有了一些新的任务，跟你过去的这个过去所熟悉的事物不大一样，可能你在生活环境有了一些转变等等的，因为一些变化。有些朋友可能是你自己的身份改变了，成为了爸爸妈妈，成为了爷爷奶奶，你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能量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学习，然后在这样子的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找不到方向，会有那种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些好像人际关系的时候，但是我看见你们一直想要让事情变好，一直想要让自己变好，你们一直有这一个想要往前走的心，因此你们会迎接很多很多的好运。你们潜入到一个新的未知的领域中去探索，你会得到一些新的发现。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你是在做研究领域的话，或者说你们是需要去解决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得到一些很不同的见解，或者说你写出来的东西，提出来的想法是别人没有，过去都没有想到的，你得到的这个成果，得到这个发想概念，或者说这个结论是会让人家惊叹的。也就是说，虽然它是有一点点冒险，可是它的风险其实有限，但是回馈却是无限大、无上限。它的风险可以预知，可是得到这个回馈却是无上限，没有天花板的。因此，当然要去潜入这个深海底，去看见有什么样子的宝藏。我觉得你心里也会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你，你想要去冒险。你一旦这个声音好像召唤你之后，其实你就会不知不觉的想要去潜入一个黑暗的底部，看一看这些神秘的地方，看一看这些
沙子里面藏有什么样子的珍珠，藏有什么样子的宝石。有的时候你们就是要超越事物的表面去寻找答案，这个直觉会推动你往前走。或者有些朋友是在记忆中去挖掘一些事情，让你的情感不断的流动。那当你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这个好奇心其实是你一个很大的指引。最后啊，你们确实会发现一个奇妙的宝藏，然后你也会把这个宝藏打开之后，我觉得你们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回馈。你也会发现你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只要你持续的好在某个领域耕耘，或者说在这段感情去耕耘，你们最后会得到一个令你惊讶惊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消息。有些朋友如果是在学习领域的话，你就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跟技能，或者有些朋友你们在努力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的好人缘，或者说有一些贵人看见想要来帮助你，或是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如果有在官司，或者说如果有在什么样子的纠纷，你会在这样子很多细节好像复杂的状况中去理出一个头绪来，找到这个关键的答案。有些朋友你们得到的就是财富的钥匙，这个好像流量的密码。得到了这个关键之后，其实你要什么钱都会，就是你就是可以很轻松的赚钱，要什么有什么。你们一旦去找到了这个宝藏之后，哇，我觉得其实接下来就非常非常的轻松。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牌，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还有什么样子的幸运好消息呢？来看一下。首先呢，我觉得你们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幸运点，这个幸运点是，你的好运是会扩大、扩展开来。你可能会借由跟其他人的合作，透过别人学习到很多，增广见闻，增加你生命的一个高度跟厚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在学校中学习，有些朋友你们则是在这个社会中人情世故这个。职场中去学习一些事情，那你们呢也会在好像一切好像看似不可能当中去发现机会，或者是说把一个危机变成转机，把一个别人没有办法处理的一个问题你将它处理好，成为你自己的一个招牌，成为你自己一个加分的利器。有些朋友特别你们在走这个比较荆棘的这种泥泞的道路上，你反而可以走得很好，你反而可以去长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见解跟勇气，或说出一番跟别人不同的这个人生道理。你们是可以化危机为转机，那会有很多人去喜欢你，同时也会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你太耀眼而去嫉妒你，但是没有关系你们只要去抓住一个核心点，就是你去服务，或者说你去吸引那一群喜欢你的人就好了。因为其实只要你只要人生有一个怎么说呢，只要你吃对了这个族群，或者说你只要有一个方法，其实就能够吃喝不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只要好好的抓住或服务这个属于你的族群，或者说抓住这个强项。好，那我也看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面对未来其实是很乐观的，你们的心理素质很强，你们的心脏很坚强，不容易被伤害。别人想要伤害你，他只是徒劳无功，他反而会被你有点像是被你这种气场震慑住，觉得说你们怎么那么的厉害，然后他看一看就摸摸鼻子走了。所以你们的能量场别人是不能够去忽视的。再加上前面我们说过，你可能会在一个团体中成为领头羊，或者是说成为发光者，或者说你跟着这个好运潮，跟着这个团体共同成长，跟着就是你的这个运来了。你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这个公司刚好很赚钱，你们也分到了很多的分红，或者说你的这个组很强，你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好运，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关注。也有些朋友你可能就是成为公司的一个
大红人，好，在这个做什么都很顺，很多人都要去听你的话，或是去巴结你等等的。那也有一些朋友感觉上你们会是属于比较走自己的路，就是说在体制之内你也保有你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性格。因为属于这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呢有一些难搞的地方，或者说你有一些你自己知道的一些小缺点，就是别人不能够去踩你的点，或者说你有你需要去守住的一些底线。我觉得因为你的实力很强，所以你可以在某一个体制内有点像是既保有自己，又能够在这个体制内活得很好，你能够去表现出某一部分的自己，你不会完完全全的被这个组织同化，但你又能够去好像得到自身一个最大的利益。你知道走哪一条路是适合你，怎么样才能够为自己吸取流量带来好处，去获得很多人生的幸运跟红利。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建立一个很深厚的感情连接。有些朋友你是跟你自己内在的自我对话，那有些朋友你则是跟你自己的这个信仰做连接做对话。来到这个人世间，我觉得你会去想起你的使命，或者是说你会透过跟你的信仰灵性连接，跟你的灵魂家族做连接之后你会去听到一些来自守护天使的一个声音，或者是说你会遇到一群跟你志同道合的灵魂伴侣。因为可能过去你们很长一段时间是身边有人，但是感觉到孤独，就是没有那一种真正的朋友。那你心里可能也会有一种这种有一点点好像孤芳自赏，有一点点说别人不了解我也没有关系，就是我就是也是喜欢这种比较可以保守内心的生活，合则来，不合则去，没有必要说为了去迎合别人而去改变自己。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可能对你来说你们没有那一种真的很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可是虽然没有朋友，其实也没有关系，也许你们心灵有其他的依归，其他的依靠，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个心理安放的地方。同时你们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代表说别人不能够真正的去影响你。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有一些阻碍你的人，伤害你的人，小人，这个能量会离开，留在你身边的人，我觉得他都是能够去，就像是你的灵魂伴侣，能够去接纳你人生中的一些独特的地方，或者说难搞的地方，或是一些这种自由自在不按牌理出牌的这样子的性格，他是能够去包容你，他能够去看见你特殊的符号，特殊的一个形象。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牌好，首先是关于金钱上的，然后你们会得到一个通知，得到一个好消息，会有奖杯跟奖赏。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几张牌。首先是我觉得关于金钱上你们会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吸引力法则的心态建立。可能过去你们在人际或者说在金钱上，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信念，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存钱，或者说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财务目标的话，现在我看到这个能量是完全不一样了。你们会发现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你跟金钱做连接。可能过去明明有一个可以很赚大钱的机会，但是你内心却有一个声音可能告诉你说这个好像有钱人都是作恶多端，为非作歹，可能有一些对于金钱不好的经验，让你没有办法去抓住这个宇宙要赐给你的金钱运跟好运。所以我看见第一个就是你内在的能量被清理了，你能够去吸引到很多的财富，而且这个财富是让你能够感觉到快乐的。你们可以去感受到
你真正渴望的事情是可以让你感到美好的。一旦你心中的这个想法，你脑袋中的想法改变之后啊，其实你的能量场就改变了。你会开始发现你是可以创造你真正想要的人生。你们的信念就是，你可以存下钱，你可以拥有很多钱，钱对你来说是轻松的、流动的。你们会从一些小地方开始，你是幸运的，你透过这些小小的金钱，你对这些小小的金钱来到你的生命中，你感恩之后，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钱滚向你。所以对于你现在所拥有的金钱，去感恩，有更多的钱会来到你的身上。好，你们会得到好消息。首先，我觉得这个好消息也是你们自己吸引而来的。你对于你自己，你每一天看到自己的时候，跟自己对话的方式，或者说问自己问题的方式啊，因为前面有这个乐观的改变跟转向，代表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会开始想说，今天有什么好事发生在我身上？你们重新设定了自己的潜意识，或者说你会去想说，为什么我的生活可以这么的富裕，而不是为什么我没有钱，而不是为什么我过得这么不好。所以一旦你跟你自己对话的形式改变了，你以一个尊敬或者说以一个爱的形式来跟自己对话，来对待自己，尊荣自己，同样的宇宙也会回应给你同样的这个爱跟尊荣。你显化出来的这种行为跟外在的实相也是。这一组的朋友，当你开始重视自己，看见你自己的价值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你生命中很多好的东西，好消息就要来了。这个好消息具体的指的就是有些朋友你可能就是真的接到了什么这样的入学通知，什么样子的许可，什么样子的这个录取通知，或者是这个好消息可能是你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官方的，跟法律有关的，你的官司胜诉了，或者说你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也有可能有的朋友是你的这种房产的这种签订啊，这种合约书。然后有些人可能是成立公司，或者是说跟某一个人签订合约。也有一些朋友是有关于婚姻感情的这个法律文件上的一个处理，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消息。那你们去观察自己的情绪的反应之后呢，你可以去感受到这样子的好事，它其实会吸引更多的好事。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可以创造你喜欢的人生，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去迎来很多的快乐。接下来它是有一个你们得到了奖杯，你们得到了奖赏，而且你们站在一个高山上，你们得到了别人的掌声。我觉得这个这种奖杯它可以是指实质的你赢得了什么样子的奖励，也有一些朋友你们的讯息比较像是在内的，你得到内心很大的一个满足跟喜悦。因为刚刚说过，这些有一些朋友你是有在修行灵修的，你得到了，你开悟了，然后你得到了一个心中所想要的这个解答，对你来说就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胜利。那对于另外一些朋友来说，这个真的可能就是学业，或是说的事业金钱上很大的一个里程碑，你拿到了一个很棒的里程碑。好，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有点像是高级休闲的这样子的时光哦。而在这样子的时光中，你不是一个人的，你是有朋友或者说有爱人陪伴的。结合起前面的讯息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你会跟你的爱人或者说你的重要的人一起去享受你们接下来的这个美好的人生。你们不只是享受而已，你们是可以同甘共苦的。有的时候你一个人面对虽然是可以面对，但是心境上比较孤独。你跟某一个人结合在一起，你们成为一个团队、一个组织，成为一个家，你们能够去负担的更多，你们可以拿到更多更好的东西。所以你们一开始的这一张牌就是你们其实是一个更好的能量。你可以跟某一个人一起玩，一起开心，一起分享彼此的金钱，同时也可以
在彼此最困难的时候，互相的扶持，互相的信任，互相给彼此力量，成为彼此的一个避风港。所以我觉得这个牌意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也许是你的一群好朋友，你们可以分享彼此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制高点。也许是你的伴侣带着财富、带着资源来分享给你，提供给你一个很棒、很舒适、很优渥的条件，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好，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在工作上啊是有那个被人家称赞的运势的，你们会有升官运，或者有些朋友，如果你的重点是在内心的修炼的话，我也会觉得你达到了你心中的一个理想，就是你可以去想通想明白一些事情。在这样子的这个过程中，在登到这个顶峰的过程中，你心里其实是快乐的。那你们在感情上啊，我觉得主要就是呢以柔克刚，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困扰，或者有一些比较你觉得棘手的事情的话，你们就不用太用力，有点像是借力使力，轻轻的把这个问题柔柔的推出去，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去解决，不要太好像费尽全力去争斗，用一个柔软的方式，其实是能够去解决生命中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哦。如果你现在觉得人生中还是一团乱的话，很快就要拨云见日了。然后这一组的朋友，这个钱绝对是存得下来的，甚至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数字，这个存折啊，怎么看打开来，这个数字真的是让你很惊讶、很吓一跳的。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觉得反而你心态更加的自由，你不再就是你知道你有能力达到这样的财富之后，你的心态更加自由，你不再会被这些数字捆绑，而是你可以从你的这个事业中，或者说从你这个现在想要发展的兴趣跟专业中，真正的去体会追逐梦想的一个快乐，而不是很执着的再去说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要达到。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们着急的是一个金钱的累积，因为你要去达到这个目标，几岁之前你才觉得你好像对得起自己。但是一旦你发现原来金钱它的来源的方式很多，你可以得到这么多的丰盛之后，你们就不会再受这一些数字的能量去捆绑，你是自由的，更多的是你开始在乎的是你的快乐、你的愉悦感、你的幸福感。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下次影片见哦，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第三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在哪一方面即将发生惊喜的转变，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有什么样子的惊喜即将来临到第三组朋友你们的生命中。好，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牌卡。好，第三组的朋友啊，首先呢，好，第一张牌没有地方像家一样。首先我觉得读到的第一个很强烈的讯息就是你们的灵魂想要回家哦。你们的灵魂告诉你们说你想要回家。好，很可能有些朋友你从小就觉得人世间就好像是一场幻梦，你觉得你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你常常会跳脱出来看待你跟你身边的所有的人，你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故事，好像是一场戏。也有一些朋友，也许你现在已经获得了一个还不错的生活，可能你车子有房子，或者说你有一个不错的家庭稳定的工作，或是有一些朋友其实你在工作上小有成就，在物质上是不缺乏的之类的，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说你身边的一切啊，其实你有一些美丽的
华丽的、闪耀的、精致的东西，你总觉得这些东西给你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然后你会觉得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是一个探索，比如说你身边这些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或者是说，你选择的配偶，或者说跟你有亲密关系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这些人，你有的时候会想，你跟他们在前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之后呢，这样子的关系又会怎么样子的发展下去？很多时候其实你们在创造属于你的剧本，不管你今生体验到的是什么，我觉得接下来这组朋友你们会有一个很强烈的灵性的讯息，就是你要回家，这个回家就是你们要找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方式，开心的方式在过生活。因为我读到是有些朋友虽然你现在的环境还不错，或者说你正在往上爬，可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高度竞争的生活，然后也充满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生活你好像不是这么的完完全全的喜欢，但是又不得不选择这条路径，又不得不去走这一条路，因为你觉得好像放弃了有点怪怪的，或者说大家都在这么做，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你不玩好像很奇怪。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你们很强烈的讯息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内心的平静，不是别人，而是属于你自己内心真正的幸福跟快乐。首先就是我看到你们内在会选择无条件的去爱自己，无条件的去了解自己，很可能是你每一天早上起床刷牙洗脸，在镜子面前你看自己，你多看自己一眼，然后把这个微笑的能量传达给自己，对镜子中的自己笑一笑，或者说称赞自己今天的发型、今天的皮肤等等的，给自己一些鼓励。你们会开始跟你的灵性团队做连结，或者有些朋友你们现在已经在连结了，并且我觉得你们心中会慢慢的可以开始区别说，什么是来自你大脑的声音，什么是来自你高我，来自你守护天使的一个讯息。而且这里的牌卡是要你去信任你听到的一些声音，其实你当下觉得不可能，或者你当下觉得这个声音是可以去信赖的吗？其实如果你确认过这个是你的高我守护天使要传达给你的，请你去信任，请你去下载，请你去接收这样子的讯息。那同时宇宙也会帮助你隔绝很多很多的杂音，有点像是当你们像小鸟一样飞到高空中的时候，你看待的视角视野就不一样了。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也许你会看到一些地上有垃圾这个人在跟那个人吵架，或是说塞车等等的。好，可是当你飞到高空中，当你展翅高飞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同样的人，同样的街道，但是你的体验、你的感受完完全全的不同了。你不会再听到那些噪音，不会再闻到那些汽车的这些废气，你不会再好像看到很多的这种灰尘、垃圾等等，你看到的、经验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这个就是你们心灵的一次大跃升，所以你看见的视野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经历一个灵魂的觉醒，它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也许有些朋友这个改变会让你去选择一条跟以前完完全全不同的路，但在这个改变之前首先就是你们真的去爱自己，真的去接纳自己。有些朋友你可能会真的去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一部分，也许你过去的这个爱自己只是很片面的、很表面的，但是当事情就是当遭遇了某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念头又是反省自己、批判自己，或者说想要去
为自己多做辩解等等的。有的时候当外界质疑你，或者来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去检视你们是不是真的爱自己，真的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平静。我觉得接下来你们是真的可以做到的，你们不用去汲汲营营的去辩解，因为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有的人他就只是喜欢贴标签，或者说有的人他其实对你发出的不满是因为他对自己不满意。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也开始去看见自己不同的面向，开始用一些肯定句去转换原先自己不接纳自己的那个能量有一些朋友你们更深层的进入到灵魂层次的清理，有一些创伤开始被疗愈了。当那个能量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疗愈来得很轻松。有些朋友你会透过冥想、运动，或是说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当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那个能量是很迷人、很热忱的，而且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开始可以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待这一切，你开始能够在当下所处的这个环境找到一个心灵安放的所在。所以如果过去有一些朋友你们的意识中被植入了一些不好的信念，或者说过去的某一个创伤的事件持续的在影响你，或者是说原生家庭中关于男女关系、关于感情，或者说关于好像对你的评价，有一些东西，如果它持续的在啃食着你的心灵之后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的灵魂深处已经开始做清理，开始做疗愈了。你们内在的这个病毒要被抓出来，然后要被解决了。你内在的程式可以去改写。当你去改写你的程式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课题，或者说有一些人，有一些类似的情境不再重复的出现，因为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课题，因为你们已经毕业了。同时这个清理它也是一个你要先去看见才能够清理，所以你必须我看见你们接下来就是你会先去看见你的创伤，你要去承认你的痛，承认你的创伤，让这些难过的事、伤痛的事浮出来，才能够做疗愈，然后清理。清理完之后，其实就是爱会流进来，你们越来越能够去好像对于自己的能量感觉到非常的有觉知、敏感，或者说你会觉得跟谁在一起，跟哪些团体在一起，或者说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内心特别的感到平静，特别感到的喜悦，你们会多多的去做这些事情。同时你也会在人生的优先顺序上，你会把时间这个最宝贵的资源优先留给自己，而不是排了很多待办事项。有些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看见你们会先去照顾自己内心的健康、外在的健康、情绪的健康跟心理的健康，你们不再会去忽略自己的需求。同时你们也懂得跟一些能量吸血鬼去划清界限。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一旦你们的信念改变、心态改变，其实你外在的这个实相的变化其实是很大的。即使你人处在同一个环境中，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彼此能量的一个关系，彼此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而且有些朋友我更觉得，当你内在改变之后，你们真的可能会被这个能量、新的能量引领到一个新的更适合你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你的灵魂想要去指引你看见，让你觉得舒服的，像家一样的所在。还有些朋友可能你们会去做梦，或者说如果你最近有做梦，然后在梦中反复出现什么样子的场景，或者说什么样子的人，很可能也是你的内在在提醒你，也许你跟某一个人需要去恢复一段关系，或者是说某一些人在梦境中反复的出现，其实是要提醒你，你必须要跟他
划清界限，要看你们做的是什么样子的梦，也有可能在这样子的梦境结束之后，宇宙会在适合的时间点，让你跟某一个人重新的和好，重新的去连接，重新的去恢复关系。还有一些朋友，你在清理完自己的内在之后，你会发现，跟某一个人，你重要的人的这个原先的对立、原先的冲突被瓦解了，被缓和了，你曾经担心的事情，现在已经顺顺的被解决了。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能量哦。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很多都是跟灵性、跟高我、跟你们的指导团队有关的一个讯息哦。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去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你们会从一个受害者的意识中脱离出来哦。好，你们不会再假装安全、假装幸福。可能很多朋友，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说，怪东怪西，都是因为谁造成的，都是因为我当初不小心误信了他，选错了人，或者说都是因为大环境怎么样。当你们这样想的时候，虽然可能这个代表了事实，部分的事实，可是同时你们好像也被困住了，你们没有办法去逃脱，好像任由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任由这个情绪之海把你们淹没。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将来说你们已经快要去找到自己的力量了，你找到自己的力量之后，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高度的平静、喜悦跟和平的能量中。你找到你的力量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人生是有选择的，你在人生生命中是有很多可以去探索，很多可以去体验的。有的时候你们不必真的只能待在一个地方做这些有限的选择。有些朋友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走出去，很可能是因为你的心魔，你会觉得说可能走出去之后面临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或者说你好像战斗的很辛苦，然后也投入了很多的成本，如果现在放弃的话，之前累积的一切是不是都没有了？或者说你现在不继续撑下去，是不是就是说你不够勇敢？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去跳脱，也是把自己的门关起来，对不对？如果你们持续的在一个令自己不舒服的环境中打转，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勇敢去面对自己的内心，逃避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呢？这个是宇宙给你的一个讯息。大家要知道，你们人生的方向盘上能够去握那个方向盘的人，其实只有你自己。所以呢，既然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全责，你们要自己来选择自己想走的路。你接下来要走什么路，都必须要去经过你内在的一个允许跟认同。你们不能够把这个好像人生的方向盘交到别人的手上，你必须要把自己的生命跟人生摆在第一优先的位置。还有这组的朋友有一个讯息，你们一定要听进去，健康是很重要的，没有健康，再多的财富、再多的名声、再多的声望都没有用，你们一定要先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健康。如果你凡事都以别人为优先，凡事都把自己的情绪摆在最后，太过在意别人的评价的话，久而久之这样子的压力其实会压垮你的身心灵。你们真的要开始去看见，去学习，把自己放在最优先的一个位置。好，你要首先关心你自己。如果有些朋友当前的环境真的很不友善，你不必为了去完成一个不友善的工作，什么事情都硬是去吞忍，或者说硬是都不说，硬是去撑下来。因为到最后这件事情完成，可是如果你的身体垮掉，那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先好好的去保护自己，不管是你的这个肉体的健康、跟心灵的健康、跟情绪的健康都很重要。没有什么东西是
高过于你自己的身心灵的一个健康的。一旦你们想通了某些事情之后，其实你会有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是被困在一个好像表面上一切都很好的关系，或者说表面上好像大家都觉得你这样子继续下去是还不错的一个状态，可是你心里其实很不开心。究竟开不开心？说究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你究竟心情的状态是怎么样，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你们真的要为自己做选择，不会说人生只有一条路。就算你离开了这间公司，离开了这个组织，离开了这个人，或者是说嘿，你当下想要先暂时休息一下，其实都没有关系的。你们的前方会有另外一条新的路可以走，你们的前方会有属于你们的幸福的。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发生哦。家人、朋友，你的灵性的指导团队其实很明确、很清楚的在指引你，你必须要常常的跟你的灵性团队做连结哦。好。一样是内心的平和，内心的和平，内心的和平对第三组的朋友来说很重要。还有你们必须要常常的跟你的高我，跟你的守护天使对话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觉得我都听不到高我的声音，我都听不到指导灵的声音。其实你要常常的去跟他连接，找他聊天，这样你们才会越来越熟悉，他才会像你的一个很熟悉的好朋友。当你召唤他，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才能够跟你快速的连接上。有些朋友我觉得很明确的兴许是你们会走出一个隧道。当你现在还在一个隧道的时候，因为很暗，看不清楚怎么走，怎么努力，其实都没有用，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所以接下来这个转变就是你的世界会出现光。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会找到你人生中的一个使命，跟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可能你不需要所有的资源到位才去做，而是你有了一个念头，有一个想法，你就开始去做了。也许呢，你是想要去开一个频道，或者说你想要去创一个副业。当你有这个概念之后，你可以先就是试着去公告，试着去尝试，你会发现一旦你先就是你不用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再去做，你有了一个初心，有一个蓝图，你就可以去做了。然后在这个一步一步的达成的过程中，所有的资源都是慢慢的会到位，会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巧妙的宇宙会帮你牵线。也许你就是需要这个人给你什么样子的帮助，也许这个人是你好久没有联系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你社群媒体上的一个朋友等等的，你们就会透过很神奇的方式去完成一次美好的合作。好，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要去相信你内在的一个声音哦。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会去解锁你自己人生中的里程碑，你会去明白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它并不是一个磨难，并不是一个惩罚，而是为了让你的灵魂到达更高的一个升华。你接下来不会再去羡慕别人，也不会再去嫉妒别人，因为你做自己就很开心，因为你做自己就觉得这个就是你人生想要去的地方。你不会想要去跟别人比较，你不会去希望去坐上别人的位置，或是想要把别人从某一个位置拉下来。我觉得你们内心真的是非常的平静，因为你找到属于自己也是适合自己的路。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开始疗愈，开始清理之后，你内心原本很模糊看不清楚的东西就会变得很清楚，有一些问题的解答就会浮现。然后呢，很像是在这个考卷发下来之后，你内心马上就有了答案，很清楚很明了，而且你会觉得我这个答题非常的完美。宇宙会透过各种方式来告诉你，然后你们过去那个一直重复的，或者说让你很痛苦，让你一直陷入受害者模式的那个情节已经被打破了，不会再去进入到
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中，你们接下来会收到很多的祝福。这个祝福有点像是帮你突破你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里程碑，你可以去改写自己的剧本，你可以去活出最适合、最怎么说呢？最适合你的那个版本的自己。我觉得很多朋友不见得是外在的名声地位跟财富可以让你得到心满意足，而是你真的找到自己的热爱，跟你真的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或者说你真的跟一个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共组家庭等等的，这个才是你们真心所想要的。金钱是一部分，你们的金钱会在适当的时候去到位，或者说去帮助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们绝对有比金钱更高的一个追求。过去很多朋友，你们真的是在一再的挫折，或者说反复的无助，反复的就是努力又没有成功的这样子的循环的过程中，有一种习得无助感，甚至长时间下来，你们可能会为了去逃避压力而不想要再做很多的努力。其实你们有的时候真的要去看看你生命中的其他的选项，特别是已经到了危害你身心灵的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去切断那个枷锁、那个锁链的。好，有些朋友你真的是要给自己休息一阵子，或者是说放过你自己，你可以去看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的力量，还有选择权做出决定的那个源头，其实来自于你。你一旦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之后，其实我觉得你们一旦行动之后，你内心的不安跟恐惧就会瓦解。可能你在还没有做出决定之前，内心有好多的想法，可是你一旦真的去行动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另外一条路是可以很快乐的，或者说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活的方式不见得是你本来预设的，其实会有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活法，你会有很多的新发现、新体悟跟新看见，你会知道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宽广的，有的时候带着一点不安跟未知向前进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只要想象之后的你，3年之后的你，5年之后的你，其实你们是可以活得非常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平静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下一张牌，哇，下一张牌好棒哦，34号牌，我们这边又出现了白鸽，然后我们还有没有出现2只白鸽？白鸽是要递橄榄枝给你们，递好消息跟幸运给你。我们这边还有彩虹跟一扇敞开的门，这个门是通往个人疗愈跟幸福的大门。所以我觉得这一组朋友，首先你们一定要有敲门的这个动作，敲门的这个动作之后呢，门才会打开，你才会看见一个很漂亮、鸟语花香、像天堂一般的世界哦。你们不要觉得说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一个诅咒，不要觉得说你明明也没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为什么总是遭遇到这些不好的下场？是不是宇宙要玩你，要弄你？其实不是这样的。一旦你好像从这个过去的经验事件中学习之后，其实你就毕业了，就不会再发生了。接下来你们就是要跟自己内在的直觉去对齐，去校准你们的频率哦，你们的频率真的很不一样。过去的事件是为了让你学习成长，甚至是为了让你去做出一些不必要的，就是不得不的一个去清理，把一些东西清理干净，或者说把一些能量排除走。当你去遭遇了很大的一个痛苦、挫折跟打击之后，你可能才会真的是痛定思痛的去做出一些改变，或者是说你才明白说你不要再承受这样的痛苦，你其实要选择一个快乐的生活，对，你们要选择一个疗愈跟幸福的一个生活。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真的是能够自发性的疗愈、自发性的修复，你们的内心会获得很多的安定，然后很多的欢笑，这些担忧的能量已经正在慢慢的减少，而且我觉得你们会找到人生中的一个真相。你发现呢，这个真相
能够对你就是能够对你产生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影响力。你们的生命是有非常多创造的能量哦。对于你来说啊，其实就很像是，当你明白之后，你就可以源源不绝的从宇宙中去提领一些你需要的，不管是实际上的金钱钞票也好，或者说灵性钞票也好，只要你能够明白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然后你跟宇宙的这个源头对齐之后，其实不管是这种灵性的资源跟这个物质世界的资源，对你们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当你发现了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以及你在生命中的体验是为了什么，你们就会对你的人生有更多的掌握，更多的理解。你会感到往前走的路每一步都是很踏实的，每一步都是属于你自己独特的一个路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一个答案，或者说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一个对错，重点就是你们要找到一个平衡，同时要找到的是一个让你能够感觉到像是回到家的这一条路，你们绝对能够找到一个让你觉得心灵上感到回家了，让你觉得说，这里是你不会担忧，不会恐惧，不会失望的，你可以平静的在这样子的环境，在这样子的生活中去做你热爱的事情，而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哦。有一些朋友那些不好的、肮脏的记忆，它已经被封印住了，不要担心那个噩梦会一再的浮现来啃噬你。你们能够去用一些祝福，或者说祝福的能量去疗愈你自己。同时啊，我也看到你们会因为内心被爱充满，你也可以去给出很多的爱，付出很多的爱到你身边的人。你们真的会去看懂人生中的一个真相真理，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明白白，你就会知道过去为什么这个人要在某一个地方出现，或者说为什么在生命中有这个卡关，有什么难关哦。当你看懂了之后，你内在躁动不安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不会再去问为什么，你也不会再去责怪。相反的，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会把更多的精神完全对准集中在做你觉得能够幸福跟疗愈的事情。有些朋友你可能是艺术创作，有些朋友是看书，有些朋友是这个爬山、音乐、跳舞，或者说各种不同的方式，或者说在大自然中跟大自然连接等等的。好，透过常常就是固定的去做这些事情，固定的去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它其实也就是一个疗愈的发生，它其实也就是让你可以更直接的连接到你内心的声音，倾听到你内在的感受。你们身体的感受是很直接的，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倾听你内在你的身体现在的反应是什么，是害怕，是紧张，还是放松呢？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的最后2张牌。第一张牌就是你们真的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还有要给自己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空间有点像是在某一个地方完全的，你就是收集你所有喜爱的东西。好，也许有你喜爱的宠物小猫咪，你的照片，你最喜欢的一些这种小盆栽啊，或者说很漂亮的旅行买回来的一些纪念品、杯子什么的，在这个空间中就是都是放满你喜欢的东西，让你进到这个空间就觉得好舒服、好开心。然后同时啊，你的身体它是一个神圣的圣殿，你真的要好好的去爱自己的身体，爱你的每一寸肌肤，喜欢你的好像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用欣赏跟爱的眼光去看你自己，说去练习称赞你自己。你们真的这个能量是不断的在蜕变成一个更高版本的你自己。
然后生命中有一些很美好的记忆会留在你的生命中，你要去听见，你要去尊重你身体给你的一些反馈跟讯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好，接下来你的能量会变得很轻盈哦，有点像是从一个让你觉得很危险的一个状况，进入到一个你觉得很平静、不用担忧的一个状况。没有人能够去控制你，没有人能够去骚扰你，没有人能够去压制你。你在你的这个好像私领域，或者是说在这个公领域中，你们都过得非常的充实哦。好，这一组的朋友，请你要去倾听自己的声音，不要等到自己的声音这种心灵好像被压到一个极致的时候，才去爱自己，才去看见自己。好，第三组的朋友，如果你们现在有什么事情哦，就像刚刚说的，你们要去敲门，你要去求救，你要去释放出这样子的讯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藏在心里。如果你藏在心里，然后一个人不断的去想，只会让你的眼界越来越小，或者说把自己越来越受困在一个小圈圈中。其实我可以看见未来的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幸福，所以大家不一定，或者说真的不需要留在一个你觉得看不见未来的一段关系，看不见未来的一个组织中，或者说看不见未来的一个选项中。任何事情都是有机会改变，或者说任何状态它都是有一个能够去突破，或者说能够去重新选择的。任何事情它都是有转换的余地，它都是有改变的余地的。对你们来说，那个时间点其实不是已经错过了，而是现在当下你就可以去做出选择。你不要觉得说你们现在已经错过最好的时机，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些什么，或者说你就只能默默的配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未来是一个很平静、很和平的这样子的能量，所以我感觉到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会去勇敢的做一些事情，你真的会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灵魂的一个归处。好，宇宙的能量同时也在帮助你，只要你去敲门，只要你去敲门，这个门绝对会为你而开，通往个人与幸福的大门。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自己内在平静之后，你的外在也会充满了支持着你、爱你的人，跟你连接。有的朋友真的是灵魂伴侣会来到你的生命中，因为这个疗愈跟幸福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另外一些人、一群人，或者说有一个你们的灵魂伴侣相伴在你身边，给你这样子爱的能量的。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